2023年的10月7号是结束疫情后第一个11黄金周的最后一天假期，天气晴朗，都安9吨天窗的清澈水面在阳光照耀下泛着莹莹的蓝光。秋高气爽，微风在平静的水面轻轻地拂过，不时荡起一阵阵的涟漪，如躁动的心。曾经创造了277米的亚洲洞穴潜水深度纪录的46岁韩婷，只身再度来到这个令他魂牵梦萦、与自身命运息息相关的地方。这是他曾创造历史纪录的成名地，也是他这次打算再度冲击刷新世界纪录的地方。来前他曾表示，在10月12号这一天将会进行洞穴深潜的船网直播，大佬发话，圈内人士和潜水爱好者纷纷点赞，无比的期待。再过3天后的10月10号是他的生日，新纪录的诞生无疑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。韩婷早已对9吨天窗内部构造十分熟悉，这只是一次冲击纪录前的普通练习，因此并没有带上队友。7号的这天晚上，船副武装从北岸下水，与荡起的水花一同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，一切归于平静。一个晚上很快过去，随着太阳的升起，9吨天窗依然是一片生机拱然的样子，唯独岸边留下了他剩下的一些潜水装备。10日是韩婷失踪的第3天，当天中午，韩婷的哥哥也来到了9吨天窗，他在地底入水的台阶上摆上了生日蛋糕和酒，蛋糕上写着生日快乐，去你想去的地方。次日，水下机器人在110米深的地方终于发现了它的存在，它被卡在了岩石间，动弹不得。这次的潜水也是他人生最后的一次潜水。作为一个资深的潜水员，韩婷曾在100米深处带回了不少遇难者，每次都是他捞别人，而这次换成了别人捞他。作为一名国内洞潜天花板的存在，他捞别人容易，别人捞他却成了一个难题。这个曾赋予他成功和荣耀的地方也夺取了他的生命。最终在10月25号，水下智能机器人才得以将他的遗体打捞上岸。从此以后，这个地方被当地政府用栅栏封闭了起来。这个表面只有300-400平方米的小水潭，水面碧蓝深湛，美得像是一幅油画，但其实水下是一个危险无比的巨大洞穴，让世界各地探险者们前赴后继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。被誉为世界第一天窗的9吨天窗，到目前为止，天窗里头的水下世界依然还是个谜。好奇害死猫，没错，韩婷的外号就是老猫。从头顶的星空到脚下的深海，世上无数隐蔽的角落吸引着人们的目光，这里当然也不例外，充满了神秘感，也渴望被解开。韩婷不是第一个为此付出生命的探险家，但希望他是最后一个。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，深渊也在凝视着你。我们所说的天窗是由地下河水长期侵蚀地表，最终形成的天然洞穴或裂隙，使地下河的一段暴露在地表上，在地表上形成了一个开口。在水里的洞穴往上看，光线从口子里照射下来，就像是房子顶上天窗一样的自然景观，更像是大地的眼睛凝视着天空，因此天窗也被称为大地之眼。广西河池南部的都安县地处云贵高原与广西盆地间的过渡斜坡地带，是全国岩溶地貌喀斯特地貌最为典型的地区之一，有多达200多个天窗，形成了众多的天窗群。9吨天窗只是其中的一个，它由4个斜顶式天窗组成，每个天窗近似圆形，直径14米至26米之间，
水下结构呈一个大大的 Y 形，分成北洞和南洞，由地下河连通，是亚洲最深的水下洞穴。曾有人用声呐探得洞穴深度可达300米以上，但由于里头的地形错综复杂，机器的探测存在极大的误差，没有人到达过那里，具体的深度未知，一直是个谜，可以说是深不见底，也深不可测。而天窗最集中的区域，毫无疑问是都安西部地苏河流域经过的地方。地苏河分成2条支流，一股东南流注入长江，另一股向南潜入地下，成为暗河。整条支流明暗交接，在地表和地下反复交错。一些看似平平无奇突然冒出来的清澈水域，实际上水底有着千奇百怪的溶洞与生物。由于地苏河是季节性河流，每年的雨季5到10月份是丰水期，11月到来年的4月是旱季断流期。在雨季的几个月时间，水满则溢，地下河流经过地表裂隙就会涌现出来，形成一个个的天窗。而在旱季的时候，河流断绝，水位下降，大多数的天窗变成了一个个大坑或者小水潭，裸露出地表，怪石嶙峋。桃花水母天窗也不是单独的一个天窗，由相邻的3个天窗组成，这是一个最大的天窗，有多深依然不知道。每一个天窗就像通往另外的一个陌生世界，神秘也恐怖。神秘的是对它谜一样的向往，恐怖的是都曾经吞噬了不少生命。对于水母天窗里头，意外地发现了一种对水质和环境有极高要求的生物，叫桃花水母。这种淡水水母极其罕见，是濒临绝种的一种远古生物。我们知道喀斯特地貌由于泥土含量少，容易导致地表的水分流失，因而形成了众多的地下河。这些地下河也因为经过地表的过滤，泥沙的含量本来就少，水质的干净程度非常高。桂林、河池等地的好山好水好风光，缺少一样都会失去灵魂。通常这样洁净的水称为翡翠水或玻璃水，碧绿通透，晶莹发亮。而不管是地苏河还是澄江，源头都是地下水。共同的特征除了水质清澈外，还有另一种特殊的生物生长在水里。这种生物对水质污染非常敏感，常被用作衡量环境的指标。它们只能存活在温暖、水体清晰透明的江河、湖泊、池塘里，主要分布在云南、广西、贵州等地的少数地区，属于珍稀濒危的水生植物。这种独特的植物当地叫海菜花，或者还可以叫做水性杨花。我们曾经在云南丽江的泸沽湖和大理的洱海那里也有发现。水性杨花这个名则是泸沽湖那边特有的名字。海菜花的花期一般是从5月到10月，在温暖地区则全年都会有开花，因此澄江这条河另外的一个别名叫做一条会开花的河。每年从5月份的花期开始，平静清澈的水面上沿江而下，一路盛开着朵朵洁白的海菜花，接连成片随着水波舞动，繁星点点，小舟划过，充满灵气，如在花海穿梭。随着气温的下降，澄江的海菜花也会从10月初开始慢慢枯萎。虽然露出水面的花慢慢凋零，但是水里形态大小各异的叶子仍然在慢慢漂流。水里的小鱼小虾穿行在这些叶片间，如在水下森林，自由自在。许多人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：身体可以抵达的地方，就不要让眼睛留有遗憾。桂林的山水固然是一场视觉上的盛宴，得天的跨国瀑布是视觉与听觉的盛宴，而澄江的翡翠水是身体和精神的身心双重盛宴，不仅包含了最基本的视觉、听觉，还有进一步的嗅觉和触觉，
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回归。这是一种真正融入自然的全方位接触，毫无顾忌的一场如假包换的亲水体验。船要自己划，鱼要自己摸，可以在船上谈笑风生，可以在水下嬉笑怒骂。这是一种暂时的自由回归，属于久远记忆中一种熟悉既又陌生的生活方式。画的当然是船，但更是时间的回溯；戏的当然也是水，但更是少年青春的重演。在过分强调秩序的城市和着重管控一切的社会，逃离城市，摆脱宏大叙事的统一价值观，渴望改变沉闷压抑的当下，暂时回到可以肆意撒野的地方，也算是一种先于肉体的精神回归。40年前，普通的中国人怀着希望从乡村到城市，因为那里有实现人生愿景的条件。近2年再从城市又被迫陆陆续续回到了乡村，是在失去希望后重新找寻希望的一种方式。就像地下的河水暗流涌动，雨季满溢，天窗就成为了那个宣泄的出口。也像海菜花，冬天袭来，慢慢枯萎，逐渐绝迹，等到来年的夏天再度生长。繁花似锦，星星点点。